就是有一天对方是突然给你发了很多信息的话，你觉得发生什么？对于我来说的话，肯定是小贺他自己很难以处理的一些事情，因为他是一个相对于比较自主的人，就有很多情绪他会自己去解决。但如果是有一些事情跟我说了很多的话，我会觉得是他想听一听我的想法。具体什么事情，就不说了。他如果给我发很长段的消息，其实好像不是一件少见的事情。对，就是可能我们俩在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可能突然就会发现他的消息是一段一段的，就是像机关枪一样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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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发出来了，就不会让我觉得很奇怪，好像有点习以为常了。他不发我才会觉得哇，有问题。今天怪怪的。那你每一条都会回复吗？回复的吧，会回复的，我每条都会回复的。就对话框里出现最多的词汇是什么？我们对话框里出现最多的就是今天吃什么，一会儿吃什么，下班了去吃什么，回家了吃什么，对，中午吃什么，什么菜系，想吃啥。然后小何一般都会说随便，因为他不挑食，除了内脏。模仿3个对方常用的表情包。你的表情包能模仿吗？我的表情包，对啊能模仿啊。我是有点不好意思模仿，不然你自己模仿好了。我真是有点模仿不出来，不然你模仿你的表情。要对方了。哦，对方啊，他喜欢发那个撅个那个大嘴的表情啊，就是那个那个是一个那个蜡笔小新了，那个蜡笔小新，然后他的嘴伸得很长那种，撅起来了，然后下面的配了3个字的那个表情包，他发了2个字吧，3个字了，大。哦，哎，对，这是我最常给他发的一个表情包。另外一个可能是他比较爱发，就是比奇堡居民啊，就是海绵宝宝他们的一个系列的一个表情，有的时候可能是发呆啊，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条鱼又在舔手指啊，这种表情经常会出现在我们俩的那个聊天的对话框里面。对，我感觉我好像我突然变成派大星了，就是有这个感觉。小贺最常发的一个表情包是最近这段时间，经常发的是2个猫，2只小猫拥抱的表情，就是这样的，然后再互相拍对方的，哎呦，就是这个表情啊。还有，我经常发陶黑黑老师的表情，就是他有一个举了一束花，然后笑得很，笑得很灿烂的一个，这样笑的一个表情。对，因为我之前没有刷到过他，但是突然有一天。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哇，你快去看看小贺，他太可爱了。然后我上网一看他的切片，我发现天啊，太可爱了。然后他那个很多表情包，我朋友发给我之后，我后来就变成了我常用的。我觉得他特别可爱，我经常会发给他。举了一束花，然后这样。其实小贺还有经常发的是一个那种符号的那种表情，算是。就是你经常有时候说话后面会带一个那个。我会带颜文字。对，那个，然后。这种就是我会带这种，就是颜文字，就是一个笑脸，然后下面一个杠，或者一个波浪号，或者就是各种颜文字啊。我是一个很喜欢带颜文字的人。对，这个是前阵他发，很可爱。那现在就让你们互相问对方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我问一个很就是一会儿吃什么？吓死我了！不要害怕。把我吓晕了。火影打我都可以啊，不吃内脏就行。你看，果然，都可以。我想问的问题也是，小发哥，我们一会儿吃什么？我看一看，我选一选发给你。因为我们俩吃饭或者一般就是这种相处都是我饿了，然后他提供一个解决思路，就是他告诉我吃什么，然后我 OK。就是虽然我们每次都是这种回答，但是我每次都要先问一下。其实很无趣啊，大家可能觉得，但这确实是我俩那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常态。然后我就会给他发几个参考，让他选一下。他这3个里，要不你选一个？对，我说这3个里好像我都可以啊。然后我就再去选一个，我说走。对，然后我们就走了。我们就说行，然后穿衣服，就是一会儿就出门了那种。后面还有几个评论啊，想给你读一下。想给法轩哥提个建议，下次2人出门把东西放一起就可以了，别一人一个包了，你一个人背2个，有点像逃荒的。你回应一下大家。我怎么沉默了？我日常背的那个包比较小，然后小贺会有一些他的专属的阿贝贝，比如说那种大包的酒精湿巾啊，
还有梳子啊、漱口水啊，漱口水啊口喷啊这种，就是没关系，其实我还可以背2个。因为其实背包啊，这个有的时候除了是装东西，它也是那个装饰我个人穿搭的一部分，啊对就是那个包没了，我会感觉好像我今天少了点什么，我也会有这个感觉。就是只有在如果特别沉的时候，或者是不方便的时候，我才会就是帮忙背。大部分要尊重他的穿搭嘛，是不是？是，谢谢大家关心啊。那出门必带的3个物品是什么？你的好像不能说吧？酒精湿巾，然后漱口水、梳子。他的话，耳机、手机，然后不是手机，大家都要用手机，大家你有 PTSD 了，就是大家都会用手机，然后我以为你那个Q 我一下，我没有，就是我没有内涵他啊，再内涵我一下，我没有。然后还有一个的话，他可能会带一个吸油纸，对，他会带一个补妆的，就是3分类啊，吸油纸的。然后下一张是一张小贺的照片，好漂亮的宝宝，谢谢大家，突然播音腔，谢谢大家，很认真啊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很可爱的一张照片，抱着一个圣诞树的帽子。这张照片是你在我旁边录 ID 的时候拍的。你站在这儿，我在那。我想问一下小法，大家可以叫小树宝宝吗？可以。我替他回答，可以。一直不明白树为什么不准粉丝叫宝宝。那天说实话也是有点鬼迷心窍了，鬼迷心窍了吗？真是有点儿。就是我说出这句话的那个时候，我自己都是下意识的，对吧？对，真的是我自己也没想到，我就坐在那儿，我突然听到我旁边有一个粉丝朋友，一个粉丝宝宝，就是粉丝宝宝突然就是说，因为当时大家就是说很口渴嘛，大家口渴，然后他说去买喝的，我当时心想，我说怎么这么主动啊大家，我鬼迷心窍就说出来，说不准叫他宝宝，说完我自己也吓一跳，但是之后大家想叫是可以叫的，可以叫我吗？对，可以的，因为突然变大方了啊！突然变大方，我们尊重大家的主观能动性。